最要避免的是战争。我想强调这一点，就在所有事情里，最需要避免的是战争。打仗死人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这种战争打起来就是不得了，那是要把中国的城市都要毁掉的，尤其中国的发展都在沿海轻而易举全部都毁掉的，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非常显然，他们已经在大规模投军工了，已经在，这个不是预测的。大家好，欢迎回来大生。今天的大生访谈呢，我请回来了我们大生的老朋友许成刚老师。许老师现在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当然，许成刚老师是我们大生观众最熟悉的、最喜欢的老师之一，因为他在我们这儿有整个关于制度基因和中国制度研究的这种系列访问，也成了我们的品牌栏目。如果大家没有去看的话，现在一定要回去看。也是因为一直有一种这种长期的关于制度和集权制度分析的这么一个思维框架，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切入也是非常具体，就是现在的美国的新总统上来以后， Donald Trump 在给全球征税和这个中美所谓的关税贸易战这个环境下面，到底应该怎么看美国现在的这些政策，是不是可以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走向？还有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面，像中国这样一种集权制度国家，会不会反而有一些所谓的制度优势和效率优势？是不是可以让中国应对所谓的这个贸易战呢？还有更具体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共产党呢，是坚决要守住共产党的一党统治的政权。一党统治的政权不是当年的台湾的制度，不是当年的韩国的制度，这是极权主义制度，是跟当年的苏联的制度是一样的。它只不过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特殊的制度的特殊性，使得它有了私有企业，但是呢，它仍然使用一党专制的制度呢，它用这个方式，通过控制企业家的脑袋，通过控制企业家的人头来控制私有经济。然后呢，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有这个整套的这个制度上的安排，这个策略上的安排，来应对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个西方国家不断的高呼啊，就说这个中国在这个电池方面、电动汽车方面，在这个绿色能源方面就多么的发达，变成了这个前沿。然后呢，是在这个制药业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呢，已经控制了，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美国。就是这个我这个过去在讨论这个中国在药方面、原料药方面强调的是这个某一些方面，那么我后来就是通过这个通过这个生物制造业、制药业以及医生的这边就是专家们的对我的这个指正，我知道呢，实际上中国对这个全球的制造业都有相当的控制力，因为呢有大量的就是从印度制造的仿制药、原料药都是从中国进去的。就是名义上从印度进口到美国，但是实际上原料药是从中国去印度，然后再从印度制造再过来，所以它在全球在许多领域里已经形成了它的控制力。那么它在全球的稀土方面有控制力，在电池方面有控制力，在这个电动汽车方面就快要形成了控制，就在产业链上面它快要形成了。还有这个民用的这个无人机，它已经这个产业链上它已经对全球有了控制力。所有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共产党政权有提前布局的这个能力，都是从这儿来的。马上又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关于产业政策，
那么这个人们就会说，那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看来没有优点了呀。那你这个面对这个共产党的产业政策，所以美国是不是也应该使用产业政策？实际上这里的这都是需要分析的。什么情况下这个共产党的产业政策能有优势？这个是要分析的。什么情况有优势呢？有优势的就是当他选为目标的那件事儿，那个目标是清楚的，那个目标就是首先就是那个目标在商业上是清楚的，在可行性上是清楚的，然后这个是有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你这个通过提前布局，通过大规模调动资源，那么它是有优势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目标不是原来就清楚的，不是原来在商业上就有保证的，那么这个产业政策没有优势。那么现在我们看现在发生的是什么？现在发生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2025、中国2035为什么突然一下变得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有了钳制作用，有了很严重的钳制作用。这是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呢，欧盟早就宣布了，欧盟关于绿色能源，欧盟关于电池，欧盟关于电动汽车早就宣布了。中国的2025、中国的2035这些政策是在欧盟之后。那么一旦欧盟把这个设为了目标，那么这个东西呢，在就是可行性上，在经济上的这个好处上，在市场这个有保证，这些方面就都已经实际上呢就已经这个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呢，你只是有个说法，但是实际的投资是各个企业自己做的。但是呢，共产党政权呢是拿了你的说法，他已经认定了国际市场上有了保障，我以这个打这个出口为这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我这个是压赌注就压在这儿了。然后我控制全球的产业链，就是你说你将来要做这件事儿，我在你之前先把你的产业链控制了，那这就是实际发生的。那么这个制药业它之所以这个大量的都是这个这种基础这个原料药也都在这儿，因为呢真正制药上最难的部分不在这儿，但是这个部分呢是大量污染的。那么它是大量污染的呢，所以这个民主国家里大量污染的东西发展起来很难的。那么由于中国不是民主国家，那么它大量污染的东西可以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大量发展，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的。这个所以大量污染之后，它拿去它是实际上是出口用的，它并不是说这个你不得已有所污染，然后呢你中国人既然用药嘛，你就得有所损失。它不是，它的目的是打全球市场，它是控制全球市场的产业链。那么这个包括稀土这个等等都是有这个背景。所以呢就是这个产业政策和科学技术的前沿之间的关系，这东西是需要分析的。所以简单的说这个产业政策一定都是不能工作一定都比市场差，错，不是这样的。简单的说一定是要靠产业政策，错，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需要分析什么地方是产业政策有优势，什么地方是这个市场上的竞争有优势。那么中国呢正好是这个利用了它这个融入全球化，利用了就是这个民主宪政的国家错误的把它把共产党制度当成和他们自己差不多的制度来对待，那么他就把自己给拉到这个困境里边去了。明白了。您刚才说的这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
自由市场国家这边的讨论，就是要不要有产业政策，到底一切都是由市场需求、企业自己的决策来决定，这就是所谓传统的大政府、小政府的讨论嘛。这个现在又在民粹的这个环境下面，又非常简单的简化成了一切政府的政策都不对，这个是看，但是结果发现中国这种集权制度，它是非常善用政策，而且它还善用所谓举国之力，他会在一个政策之下用政策的补助、补贴和扶持去送出去一些所谓国家企业，就是送出去，然后快速侵占欧洲和美国市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这个，对，是不是这个问题？然后您说回到就是我刚才最初的这个问题，这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从意识形态上非常希望美国还是能够从实际上遏制集权制度。那集权国家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国，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层面上觉得在支持 Trump， 就是说他用强硬的关税政策，然后他先抬高，再把其他国家全给例外掉。现在好像认为在绝对针对中国，对，这也是现在的讨论。可是让大家的担忧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对自己资本主义国家民主阵营的破坏，远大于他从根儿上在打击政治制度的反面。这是中国和俄罗斯。我们今天还没谈俄国，先不谈这个。对这个问题呢，就是仍然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怎么面对集权主义制度呢？这个首先呢是要把问题分析清楚，就是当这个问题没有分析清楚的时候呢，各种的争论呢经常是无的放矢。所以呢，当我们面对就是像这个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的集权主义制度、集权主义的帝国的时候，这个实际上这个上一次冷战就是这个民主宪政的阵营战胜了苏联、中欧、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那一次是怎么赢得的那一次的冷战，这里边有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人们必须要返回来看，要明白这件事儿。就是怎么获得的那个胜利呢？靠的是世界上所有没有例外的所有的民主宪政的国家结成同盟，战胜了苏联、中欧、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形成同盟。原本这些国家就是同盟，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同仇敌忾，所有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形成同盟，靠这个同盟才有可能战胜像这么巨大的一个集权主义的就这一个国实际上超过了当时的那个阵营，就是才有可能。就是当人们简单的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的确呢，就是这个由于把中国融进了这个全球化以后，那么中国在诸多的方面就在产业链上是已经遏制了这个自由阵营，就是在遏制控制住了这些产业链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全体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形成的联盟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它在比如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电池啊，这个原料药呀，就是稀土呀，就是有一些个别方面呢，它已经显得它在产业链上有了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力了。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盟国全部合在一起，那个所有的盟国之间是敞开的自由贸易，那么这个一起团结起来面对这个极权主义的国家的话，那么实际上呢是很容易赢的。
所以呢，其实最后的关键在这儿，就是认清楚问题的性质，才能找到合适的这个策略和这个政策。就是当问题的性质没有弄清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一国对一国，这不是能够这个做好的、能做得好的办法。就是这个中国这句话叫做这个杀敌一千，这个叫四损八百，四损八百。那你一国对一国，你面对是这样的问题；当你是全体的盟国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面对的不是这样的问题。中国现在呢，很多官方的，包括很多五毛或者就是这个，也是带着中国的粉红这种大国主义这种话语的人，还会在批评像我们这样讨论，说你们都是冷战时代的冷战意识形态的人出来的，就是其实中国也在尽量就中国的官方话语也在尽量去除这个意识形态的差异，还把它拉回是一个贸易和经济的问题。然后在贸易和经济的问题里面，中国用这个政策通过举国体制，它是能赢的。但是您刚才说的唯一能赢的就是冷战真正苏联怎么解体的经验，就是西方的民主阵营意识到两个阵营它是价值观是制度之争。它不是贸易和经济的问题，贸易和经济也要跟这个讲规则的人，说白了就是讲市场规则的人，大家才做生意呢，否则没法做生意。所以您认为，其实现在反而应该再拿回来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讨论，来看中美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冲突，是吧？而并不仅仅是关税贸易上本身的冲突。对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不喜欢任何的贴标签。其中的一个标签呢，就是所谓的冷战思维。这个标签没有什么价值。道理在哪儿呢？道理在于我自己是一个做社会科学的学者，那么我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讲呢，科学从来不是贴标签的，科学从来是分析问题的。那么我们来分析这个中国的制度呢，中国的共产党制度，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制度和冷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制度没有本质差别，这是第一。就是当你明白它没有本质差别的时候，你怎么对待它，那么你当然你就要去了解当初是怎么对待共产党制度的。那么人们会讲今天中国有了很大变化，对，中国今天是有了很大变化。这个很大的变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美国为主，曾经有很强的这个产生了幻觉和错觉，他的幻觉和错觉给了他全面的融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机会。那么他靠全面的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呢，同时保持他的共产党的全面的对共产党共产党政权对中国的全面控制，从来没有放松。那么这才使得它变成了更强的极权主义统治。就是说有变化是它比原来更强了，这是就更危险了。就是在过去的那个时候，由于它还更贫穷，它更落后，它没有今天这么危险，它今天远比那个时候更危险。尤其是当它控制了全球这个产业链的相当一些部分的时候，那么这就更危险了。然后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面，就是它军事上的快速的发展，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为这个战时经济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那么我下边就想再强调一点，为什么我不同意民族主义的说法。我讲的不同意民族主义的说法，包括就是在美国过分的推民族主义，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最大的危险就是中国共产党变成民族主义的党，就是变成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党，那是最危险的状态。那个东西呢，真正就是推的离战争就更近了。所以呢，就是不要推民族主义，推到了给中国共产党一个好的借口，让中国共产党能够非常这个理直气壮的
推动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推到极致，不要给他们这个借口。那么这个呢，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正好沿着这个往下说，其实我准备了好多，我希望是经济贸易讨论哈，我还准备了一些所谓的产业层面的政策层面，还是可以具体问。就您当时在讲这个制度基因和中国的这个民主宪政转型的时候给的一个预测，您当时给的预测是我问过您，就是如果中国经济越来越不好，会不会走向朝鲜模式？经济上会是朝鲜，有可能就是经济不好，并不会走向。但是如果制度崩溃，对啊，是吧？对。但制度崩溃也并不会自动滑向宪政，最多也就是个威权国家。您当时给的是这个预测啊。那现在咱们回来再看，中国现在会不会接下来真的在经济上越来越差，然后就变成一个朝鲜类似的国家？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目前这个美国发动全面这个关税战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就是因为呢，它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呢，说其实它的用意是专门针对中国，那这个我们仍然不清楚，因为它当初这个解放日宣布的东西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所以呢，这个还需要有待观察。就是我们可以做几个假设，一个假设呢，就是如同当年的解放日说的那样，如果是那样子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发动的是全面贸易战，面对所有国家，然后呢，它视同通过全面的贸易战，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判，这个看能不能获得对美国最有利的这个结果。那么如果是这样，他一面在跟中国打，一面在全面的贸易战，在这个情况下呢，实际上呢，他非常有可能会帮助了中国，因为他在这个全面对其他国家开战的时候呢，那么中国会借着这个机会呢，去拉拢其他的国家，就是他会帮助他。那么这是一个假设啊，另一个假设就是说，如同有些人说的，就是说其实呢，他是在下一个大棋，一盘大棋。对，他这个大的棋呢，其实呢，目的是为了专门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只不过呢，是借这么个理由呢，把这个其他国家给拉到一起。假定是这样啊，如果假定真的是这样，假定他成功了，成功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最后呢，能够让其他就是美国的盟国感到信服，就是他们还是盟国，那么团结起来，这个对待中国。假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中国会面对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说这个中国呢，它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房地产带来的这个危机啊，并没有解脱，就是还在进行中。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这个债迅速的在上升，那么中国的这个政府欠的这个债，国营企业欠的这个债，这种迅速的上升的这个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说，由于房地产垮台，就是地方政府过去可以这个收钱的部分呢，现在不但不是收钱的，反而变成了欠钱的部分。那么这个所以呢，它就变成了要有很多的新债拿来还旧债。所以呢，整个就是中国的经济呢，其实是丧失了还能发展的这个动力了，就没有引擎了，它就剩了一个出口了。然后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国联合起来，这个迅速的跟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脱钩的话，那中国的这个经济就一定出严重问题。但是它出严重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就会这个立刻就崩溃，而且呢，它甚至呢
它的经济危机都不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很多人一定要把中国说成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这些呢说法呢实际上呢是增加了概念上的混乱。由于它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呢，它永远这个可以使用，而不仅仅是可以，它实际在使用行政的方式来这个控制这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是为它服务的，那么它用行政的方式来控制呢，就使得它不会产生这个在资本主义里大家见到的那样类型的金融危机，那样类型的财政危机和那样类型的经济危机，它不是这样表现的。那么它用行政的办法控制都有哪些行政的办法呢？第一，就是因为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的，那么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因此呢它完全可以就是在银行里有办法。银行里有办法，归根结底就是复杂的那个技术我们就不说了，归根结底就是增加货币供给，用老百姓的话说印钱。那么用这个增加货币供给的方式来补窟窿，那么它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债实际上最后返回来都变成了增加货币供给。因为你就去看谁买他的债，谁买的呢？都是国有银行买的，就是国有银行不断的去买地方债，国有银行不断的去买这个国有企业的债。那么国有银行哪来的钱呢？印的钱。印的。那么它这个大量，所以它是可以先暂时把这个问题就能顶住，就是它不发生。因为这个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世界里的金融危机是靠这个破产，去靠这个连锁反应的破产，就是一个破产导致另一个破产，导致另一个破产，然后哗里哗啦，就是像这个挤兑一样。那么在这个共产党制度下，挤兑不会发生，原因特别简单，就是他用行政的办法给你堵住。然后这个对呀，因为每一个银行都是国有的呀，这个银行的挤兑是因为你最后你自己没有这些个流动性，你没有这个流动性，大家都来提，那么你就挤兑了。那么在这个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的情况下，就是提供这个流动性啊，你要流动性我提供，你要多少我提供多少，这挤兑不会发生啊。这个然后当这个流动性大量进入这个经济的时候，会不会产生恶性通货膨胀呢？就是目前它还是通缩，因为它这个经济面对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当这个不断的提供这个流动性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出来这个会不会产生出来通货膨胀呢？它也能控制，就是一旦出现了要有产生恶性通货膨胀的这个趋势的时候，它立刻就可以用行政的方式来这个限量，就是这个以前大家都熟悉的票证，那么它可以用新式的方式来限量。所以它行政的方式有无数，用了无数的这个行政的方式之后呢，你会看不到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见到的那些个问题。然后呢，它实际就是把它的经济的问题不断的推后再推后。那么今天的北朝鲜实际上就是掩藏着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掩藏在它的背后。那过去的苏联跟中欧、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呢，都是在它的崩溃的前夕，这些问题都掩藏在那儿。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突然一下改变了制度的时候，没有例外的所有他们这些国家都产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呢？那么有一些糊涂的人就是不清楚这个问题发生在哪儿，把这个全部归咎于当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实际上呢，它的问题是共产党政权积累下来的，在它垮台之后就爆发了。那么因为一旦它这个垮台了，它过去极权主义政权使用的那些手段，人们就是它决定不再使用了，是一旦不使用，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改革造成的，不是因为这个就是过去有个说法什么休克疗法呀等等，不是因为这个带来的，
是因为共产党政权原本积累在这里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它本来就在，它只不过之前用各种行政手段给压下来了，然后表面上看着好像井然有序，就跟我们现在最近在新闻上看到的，就是很多人在网络上都在嘲笑说，怎么最近感觉是美国这边一片混乱，又要经济危机了，股票又要崩盘了，显得中国这边井然有序，这个应对这个冷静，其实是因为中国用了大量的政策，用行政手段硬压下来的。对。那么现在看这个，在确实这个目前的这种全面关税战的情况下，中国是不是也有很多说法，中国确实现在如果以美国这种就是针对所有国家，把盟国和这敌国全给提了关税，就像您说的，中国反而在这个国中间好像，因为它本来之前就有布局，它就有应对战略，现在好像更有一个一个去谈新的合同，谈新的盟友，谈新的地域和方式，而且好像更主动的在打破美国以前一直在原来的世界秩序里面所谓的这个霸主地位，还是说它也只不过仍然是个纸老虎，就是仍然这个您就从一些经济的表象上看，因为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最近这2天，您前一段时间谈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些视频，被很多人拉出来了。就是很多人各种剪的版本，当然要看您在哪一个阶段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哈。您曾经也分析过，有的时候是80年代的俄罗斯，有的苏联，有的是70年代的，反正现在不管，就是您唱衰中国经济的视频全出来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最新的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外面确实关税有压力，但是美国自己也把全世界全给针对了的情况下，中国最近这几个月的经济的走向，您觉得是个什么情况呢？您还维持您之前的一些判断吗？对，我其实是相当的这个老一套。就是我因为这个过去的判断依赖的那些道理仍然是今天的道理，所以呢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的看法呢？那就是发生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那个他也不会从基本上改变我的看法，就是他只是修正一下，就是因为那事情我没有不知道，或者说如果发生的事情让我认识到我的这个道理错了，那我会改变。但是至今呢发生的事情呢没有看到我的道理是错的，所以我仍然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同一个道理现在看到的什么是我过去不知道的呢？就是这个4月初宣布的这个解放日，这是我不知道的。就是这个解放日呢的这个就是当我们知道了所有的道理的之后呢，我会认为呢，这个解放日作为这种策略，就是全面开战，开这个全面的这个关税战。那么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面对一个巨大的极权主义这个政治经济体、军事体，那么这个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那现在目前的就是几个点，之前您反复讲过，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所谓您给一个定义嘛，就是区域管理的极权主义制度。那么现在在美国这个加关税和这个贸易压力下吧，就算贸易战吧，中国也是属于高关税的对象。现在这种制度结构会不会在短期内有一些效率优势？还是说在短期内确实比美国的民主机制更能压制这个经济危机的这个爆发？这个呢其实对，就是中国的这种就是区管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呢，它在什么情况下会表现的有优势呢？就是当比如说它出口有机会的时候，如果有很大的出口的机会的时候，那么它这个制度是有优势的。
它的道理在哪儿呢？在于呢，因为它不是，就是它具体出口怎么赚钱，这个不是由这个真的中央来决定的，也不是中央策划的，中央也没这个能力策划。那么它实际上呢是这个各市各省自己想办法，各市各省想办法呢，那么这个聪明人很多，聪明的办法很多，然后呢他们互相竞赛的想办法出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美国和他的盟国团结一致是关键的。因为你任何地方有漏洞，他们这个中国的市一级啊、省一级啊，甚至县一级啊，里边有很多聪明的人呢，都会有任何地方出现漏洞，他都能发现有漏洞，然后马上就去把这个漏洞拿来就是填补了。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取决于这边他是不是和盟国联合在一起来做这个事。如果他误认为他关心的是只有美国自己，那么实际上呢到处都是漏洞。其实就是这里就是包括了，比如说一个具体例子就是芯片的管制。高端芯片的管制它根本就没有能力管制，除非你跟所有的盟国都联合，就是只要有一个盟国不跟你联合，你那个高端芯片的管制根本就没有管制到。那么现在已经都这个说出来了嘛，就是这个 DeepSeek 实际上是弄了好几万这个很好的芯片，高端的芯片好几万。这个美国的很多很强的公司都没有这么多的芯片。具体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最近好多贸易战的这些采访啊，我看了很多媒体的访问都在讲简单的层面，加了50%，加了更多，然后中国企业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企业因为它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谈的，就是集权制度下面的它这个低人权、低环保、低社会责任、企业责任的这些这个利益空间，我看有一些就是现在对美国政策越来越忧虑的人分析过，中国不怕这个，就是你加100%的关税，中国的小小的便宜的产品，只要能卖到海外，还是有钱挣的。然后这个算账也又折射回来中国，就是有大量的官方的文章，最近也在给中国人鼓劲儿，就是说这个都不提勒紧裤腰带管紧日子，就是说中国企业是有办法应对这个贸易战的。那么回来一个问题，您之前一直说过的，现在中国的内需，它有任何办法来提升中国的内需吗？就是出口不行了，这些便宜的产品国内能消化掉吗？这个是非常简单，就是这个呢是需要整个制度基本改变。就是只要制度没有基本改变，中国的内需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道理简单极了，就是因为呢，这个所有的土地是国家的，所有的银行是国家的，那么最赚钱的是土地和银行。然后最赚钱的是土地和银行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原本当初这个钱赚的时候，就是可以落在普通人的腰包里的，但是呢，大家的腰包里没有这个钱，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为政府出主意的经济学家们都在说，政府是不是应该给大伙儿发钱呢？就是当政府给大伙儿发钱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恩赐的，这个意思。但是恩赐怎么可能是持续的呢？恩赐只是一时的。中国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不是一时的问题，是个持续的问题。所以你要有持续的对这个问题持续的解决，你要让它这个经济有一个持续的能够发展的这个基础，那么你就必须从基本结构上改变呢，让原本被政府赚走了的钱落回到普通人的腰包里去。那么这个呢
就是最基本的问题，这个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都面对的同一个问题。最近国内有一个老记者一直在自己以一己之力在各个平台上在讲一个基本道理，就是说把养老金全发到给老人，就是把农村养老金全面提升，把中国人挣的钱分到老百姓兜里，老百姓有钱了他就花钱了。但他因为发了一堆这样的文章，所有的平台全给他炸了。我看他天天自己在那讲的，说我才是给中国经济了一条这个走出贸易战困境的明路啊，要把我的内容全炸了。但他这个建议是一个好建议，是吧？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现在国内的有识之士，在这种他这个是这样，你讨论任何实际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其实跟商业是很像的嘛，是要算账的。就是说，当我们讨论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你就要替社会保障体系算账。但是呢，社会保障体系就是人们是算了账的，这个账告诉我们呢，实际上那里边的窟窿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照这位先生的说法来做呢，那么就是会暂时看上去好像这个起了一点作用，但是立刻你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没有了呀。就是你要保持社会保障体系能运作，它必须那里边是保持有巨大量的基金在里边，然后是要涨，这是个投资嘛，那是个投资，是这个投资是要不断在涨的。就是第一，那个社会保障的基金本身里边存在非常非常大的窟窿，它的增长是跟不上接下来中国人需要用的那个数，很跟不上，不是一般跟不上。所以呢，这个说法呢，说起来痛快，这个大伙儿这个发泄的时候痛快，但是呢，你要真的执行，这是没有办法执行。我看着时间呢，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外部压力足够大，有没有可能在中共体制内部触发一种所谓的改革倒逼机制，就是像80年代的苏联，就是终于有一些人，当然您当时讲过苏联是因为很多干部希望有人的面孔，中国会不会还有这种就是出于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是外贸出口越来越不好，兜里确实没钱了，有一些倒逼机制，就像很多支持川普的人的wishful thinking 吧，期待就是外面压力足够大，中国会有一些制度的变化呢？不能排除，但是实际上呢，它有许多可能性，就是这是可能性的中间的一个。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这个，因为如果你使用的是民族主义的方式，那你就帮助他发展他的民族主义，因为他一定是要努力就是保护他自己的政权。当我说他要保护自己的政权的时候，我说的不仅仅是共产党，我说的是包括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就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要保护自己作为领导人的地位啊。那么他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地位，他也需要寻找各种各样可以用的这个能使他合法化的，就任何可以用让他合法化的这个手段。那么民族主义是非常自然的，是各种手段中间的一个。所以你给了他一个武器，给了他一个就是借口嘛，借口就是武器。这个借口你给他造的越让他容易用那个借口，这个武器就越强。而如果中国一旦进入备战，或者中国现在发现这个西方阵营又要卡我们的脖子了，然后他这个宣传也上来了，那就冲着备战去了呢？对，中国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呀。这个就是最要避免的是战争。我想强调这一点，就在所有事情里，最需要避免的是战争，就是你做什么事会引发战争。那么这个他朝着极端的民族主义变化的时候，
他借用了极端民族主义作为他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这种极权主义制度就是离战争很近了。而且另一方面就是他常年的集中的发展这个军工，大量的这个军事的硬件他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当他有这么大量的投资在军事的硬件上，然后他现在为了发展经济，非常显然他们已经在大规模投军工了，已经在，这个不是预测的，你就是看他的这个军工的结果就能知道。就是当他有这么多的战舰、战机、导弹，这么多东西生产出来的时候，那这就是极其巨大的规模的投资，早就已经投进去了，而且显然还在扩大。就是他比如说造这个先进战机的速度在非常快的提速，那哪来的呀？就哪里来的这个能力啊？那就是很大的投资投进去了呀。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就变成了非常人们需要小心、要警惕的一个发展的动向。当然也有人说，如果打，就说不说别的吧，打台湾，说只要打台湾，一个是中国也没实力打，如果一旦打了的话，中共体制必然崩溃。像这样的这种预测，您同意吗？这个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说，这个美国和他的盟国，有非常清楚的反应，就是非常决断的反应，才是这个结果。实际上呢，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国有很清楚、很决断的反应的话，我认为这战争不会发生的，因为它有足够的阻吓的力量。那么我之所以反复的强调我很担心呢，原因就在于，如果你没有清楚的信号放出来，没有清楚的和盟国的联合阻吓他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给对方造成一个这个幻想，他觉得美国可能不会有反应，如果美国没有反应，美国的盟国就没有反应，如果他们都没有反应，那么我发动战争我就赢了。那么你给了他这个幻觉以后，他就会发动战争。但是一旦他发动了战争，我怀疑美国很难容忍他发动战争，那么就晚了。就是已经发动了战争就晚了的意思，就是你被迫要跟他作战了，本来可以不作战。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上一次的冷战。上一次的冷战是非常非常好的结果，因为没有打仗，没有人因为打仗死人，打仗死人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这种战争打起来就是不得了，那是要把中国的城市都要毁掉的，尤其中国的发展都在沿海，沿海轻而易举全部都毁掉的，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必须要防止战争。但是防止战争的归根结底就是美国只有跟他和盟国在一起的时候才能防止战争。明白。每次听您说话都觉得受益特别多，可以一直拉着您聊下去，把您累出个好歹来也不行。所以这次太好了，我觉得您讲了好多都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且又高屋建瓴的，我都没有机会再问起这细的问题。我觉得那些都是一些干扰。这次谢谢您，然后我们过2天还见呢，我们还要讨论民主何以为继呢。好，谢谢您，徐老师，今天先到这里，谢谢您。再见，拜拜。拜拜。